守着。将军，有埋伏！下车！快快快快！糟糕，这好像是个圈套。大哥说让我们注意安全。撤，快撤！给我回来！他可了！追！别追了！行了行了啊，别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。哎，排长，今天咱的仗打的是真过瘾。我这腿到现在还抖着呢。抖什么呀？他们就是活靶子。嘿嘿，你打死几个？我打死好几个呢，好吧。行了，都是好样的，行了吧？这有什么可争的？哎，排长，这些都是德式的装备吧？真不错。哎，过2天打仗，这批装备能给咱们吗？啊？真的要打仗啊？是啊，排长，要是真打起仗来，这些家伙能发给咱们吗？咱们特勤排每次物资也好，军需也罢，都是最后一个发给咱们。哎，排长，这批家伙这次得给咱们多争取一点。放心，我保证，这批军火肯定有咱们的一份。太好了！好，完了完了，这一发军火肯定是要打仗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为了制造战争，日本人不惜自导自演，放火烧了自己的领事馆。这熊熊烈火即将变成战火，蔓延整个上海滩。
报告团长，日军海军陆战队向四北桥发动了进攻。发射信号弹。是。小鬼，等你很久。弟兄们，让他们尝尝你们的厉害！我が航空に抵抗するなんて。前に行け！行け！行け！小鬼子，来吧！
况监视处啊？张公子，打仗你还嫩了点儿，先把小日本打走再说。长帅，队长，有四门炮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你两门，我两门，跟去。枪给我！来，这个还我啊！都别掉以轻心，敌人随时会打回来，老船到。看兄弟们伤亡情况。日军蓄谋已久的战争，在1月28日正式打响。战争伊始，日军兵分5路，从闸北各路口进犯上海，遭到所有设防的19路军全面抵抗。双方进入近距离的巷战厮杀，19路军士气旺盛，奋起杀敌，导致日军的进攻十分不顺。双方战场始终焦灼在闸北一区，让严泽幸以4小时攻下上海的狂言愈加可笑。刺刀声、枪炮声、榴弹声、车轮声，到最后竟传来了飞机的隆隆声。日军开始空袭作战。陈团长，您后勤排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？俺也是团长啊，会身经百战，问问你意见。世勋，不平。世勋，谭团长，指挥部让我过来看看情况，怎么样？打还能打，再来硬扛。咱们的武器比日本差很多，还是得想办法。总指挥说了，有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边打边撤。撤？好容易守住的，让我们撤？那也只能这样边打边撤，然后等待支援，再想办法反攻。周特派员说的对，世权，你带弟兄们守在这里，我带人去守住旁边的路口。如果敌人进攻的话，战术后撤，和他们周旋。周特派员，援兵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是。各金牌不错。刘团长，跟我走。你还好吗？你呢？等会儿。
活着呢。小心点。速度快，速度快！快迎宾！快迎宾！而上海此时却不是黎明，日军的飞机成群结队，在我方阵地及后方投掷炸弹，天通安一役的战火从陆地燃烧到了天空。等他们走进来再打。打！
这什么东西啊？大家小心，有装甲车！排长，去把这玩意炸了！快！你是铁啊！这东西不能一拼，这是利剑车。是。兄弟们坚持不住了，咱们要不要撤？撤回中山路，撤回中山路，撤回中山路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快快快快！
往上里推！快离开！离开！兄弟们，快撤！快！找掩体，快！小子终于来了，打日本人怎么能舍得让我？主公，你在这守着，我带人上来，小心点。走。狗打！主公，你在这守着，我带人上来，小心点。走。狗打！
什么情况？义勇军已经到了天突湾，并且加入了战斗。他们大概有300多人，但大部分都是工人、学生，还有帮会里的人。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武器，拿的都是棍棒，所以天突湾还是需要兵力支援。义勇军也需要武器。这个将军，义勇军虽是志愿抗战，可是他们也是人肉之躯，拼的都是人命啊！报告，进来。故宫馆的钟管家来了，带了350支枪，说是捐给义勇军的。哦，捐枪。今天真是好消息不断呢。好，一支老百姓的队伍站出来帮我们打鬼子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赤手空拳上战场呢？这样，通知军需处再拨200条枪、2万发子弹，加上顾老板捐的，一起给他们送去。是。好，既然南京同意我们应战，那很快就会发来援兵。我们现在就调拨兵力。步兵，由你带领预备队支援天同安。是。下来！马上给！傅老板，你终于上战场了。家国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傅老板来得太及时了。我们能不能加入你们？当然行了，陈峰也加入了。看来我们又有援军到了，应该是沪平。你受伤了？没事。前方有什么消息吗？总指挥部署，援军重新夺回天团湾。兄弟们，我们杀回天同湾！杀回天同湾！杀！痛快！天同湾总算是夺回来了。闸北怎么样？固若金汤，严阵以待。但是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不断，援兵正陆续赶来。敌人的援兵一到，怕是守也难守啊。不如趁此良机，转守为攻。对，不能等他们到了再打。我的意见是，派一支勇猛而有力的部队突袭杨树浦，虹口一带的敌军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贤初，你看哪支队伍能担此重任？
芒维寿的61师怎么样？好，沈光汉的60师也可以从侧面策应他们，转守为攻。闸北各守军也可以配合进攻。田头安、谭巨鹿的第6团和张世勋的特勤排伤亡情况。张排长在昨天的战斗中受伤，已经送往医院。什么？世勋受伤了？战火纷纭，摧枯拉朽，前线的战士们坚持着，上海滩的数万民众也坚持着。1月30日，战争打响的第3天，战事以我军夺回天通湾火车站宣告暂时胜利。当日，宋庆龄女士和何香凝女士一起赴前线慰问，他们热情地褒奖了19路军，洗刷了9·18事变不战而退的耻辱，并向阵地上的官兵发表演讲，鼓舞士气。血的惨痛教训，让无数妄图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的国人惊醒。各行各业携手并肩，齐心协力，共同扬起了。排长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日本人的动作不大，听说啊，颜泽行医马上就要被撤走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胡兵，弟兄们呢？哦，弟兄们啊，弟兄们跟着谭团长呢，他们不放心，让我来看看。你快打开广播，听听现在前方战况。自19路军攻下天通安火车站后，日军在闸北的行动接连受挫，各处阵地都被牢牢地驻守。狂妄的日军扬言4个小时拿下上海的大话，至今未能得逞。让他们再撑吧，我们的命运最后还得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。干得漂亮！排长，躺下，躺下。世勋，你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一趟。今天是秀姨的葬礼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你别去了，还是好好养伤吧，你伤还没好呢。排长，你身体还没好呢。行，那我在这等你。知道了。早上文白来电话了。说什么？军事委员会高度赞扬了我军对日作战的行动。太好了，咱们19路军算是过了第1关呐。孙毅，日军虽然战败，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听说，东3省也暂时停止了满清复辟的计划。日军卷土重来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南京方面虽然态度有所缓和，但是始终也没有派兵来支援咱们。我怕以后这仗更难打了。怕什么呀？当兵的还怕打仗吗？我还是这句话，19路军誓与日寇，死战到底。是啊，但是单凭咱们19路军孤军奋战，恐怕难敌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啊。那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也不会孙猴子的72变，吹根毫毛，他兵就出来了。贤初啊，你别忘了，咱们是在上海滩打仗，上海滩藏龙卧虎，有志之士不在少数。我们要依靠更多的势力，才能保住上海的平安。你说的是联合义勇军？竟然，他们可都是些老百姓啊！我知道他们都是老百姓。你看，我们19路军初来乍到，对上海不熟悉，这义勇军多数是上海本地人组成，把他们纳入我们的编制，这样统一部署，
一旦突发情况，我们可以统一安排。也是啊，天通安一役，要不是义勇军从侧面支援，后果还是很难说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让他们配合我们作战，遇到突发情况统一部署。可是景然，我们是政府的军队，职责就是保护老百姓，现在却让老百姓扛枪上战场，替我们挡子弹。贤叔啊，你看看外面，有多少老百姓给咱们送米送面，有多少学生自愿进入战地医院。我们现在兵力不足，如果我们失去了防守，那我们如何向上海老百姓交代？我们已经给义勇军分发了一批枪支弹药，可以安排他们进行巷战，这样就利用了他们的优势，也是减少了他们的牺牲。你想想，就算我们不收纳义勇军，难道他们就不打日本鬼子了吗？那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各位义勇军的勇士们，我是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蔡廷锴，在我身边的是总指挥蒋光鼐。天头湾一战，大家打得非常辛苦，也非常的英勇。我们这次来，就是为了向大家表示感谢。兄弟们，我们感到惭愧，因为打仗、保卫国家、保卫百姓，本来就是我们军人应做的事情。因为战争，因为这场必须要面对的战争，毁了你们的生活，毁了你们的家园。但是，国家没有了国，又何谈有家呢？同时，我们感到振奋，因为在日本侵略者突然袭击的时候，有你们英勇的义勇军兄弟们和我们19路军并肩作战。我要说，义勇军兄弟们的鲜血不会白流，我们要用日本侵略者的头颅来祭奠他们的英灵。我们还想告诉大家，义勇军的每一个人和我们19路军的战士一样，大家都是好兄弟。我们有决心，一定会把日本人赶出上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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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傅老板，刚到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说桂喜楼的戏那是梨园一绝。可是我们军务繁忙，到现在还没有和景然来看看你在舞台上的风采。将军见笑了，子白只是一个唱戏的，化了妆上了台，不是误国的杨玉环，就是哭哭啼啼的白娘娘，哪像将军们运筹帷幄，决胜在千里之外。你呀，净捡惨的说，你怎么不说说，还有穆桂英挂帅呢？将军若是不介意，战斗结束，子白单独为2位唱一出堂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傅老板，我们经过研究，想让你们义勇军并入我们19路军的编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同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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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意。好，这样呢，一来我们可以统一部署，二来可以共同作战，也可以减少伤亡。不过将军，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还很少啊。这次拿来的是第一批，你们放心，以后19路军的战士用什么，你们就用什么。太好了。10几个人，24小时在院子里看守，门口这是2挺机枪。
这是4个暗哨，每个暗哨有4个人，房子里面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么说要进去，不太可能了。进到屋子里面刺杀的话是下策，咱得想办法在外边动手。不行，外边目标太大了，万一失手闹起来，最后吃亏的还得是咱们。那你还有什么好办法？只能冒危险了，最好让他永远走不出那扇门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那就尽快动手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得跟你一块儿去。太冒险了。我替你干风险大的事还少啊。我心里了，但是事情走到这一步，我有一个比你更适合的人选。谁呀？世勋，你怎么来了？伤怎么样了？不要紧了，有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，介意不说。好。你想杀他？一个恶贯满盈的人，不该杀吗？该杀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动手？真是没想到，鼎鼎大名的白玉兰，竟然是傅老板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要不你以为我为什么离开警察局？今天说起来，还要谢谢你上次放过我。对，那你还得谢谢护平呢，他替你买通了医生啊。你们俩呀，你小子行啊，连我都瞒着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喝，来。哎，这次啊，主要是门口的2个守卫，还有院子里的2个，关键是里边那挺机枪。前门的看守和机枪交给我，院子里的看守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从7点到7点05分是我们动手的时间，一共就5分钟。哎，你们俩这次真不用我帮忙？刺杀是白玉兰的事儿，这次张世勋帮了白玉兰一个忙。对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。来，祝你们马到成功！来，兄弟，兄弟，我们的同志都在义勇军里面啊。为了保留组织的火种，有一些同志并没有暴露。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。剩下的同志会给我们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，你放心吧。义勇军里面有很多有识之士，我认为正好是我们壮大组织的机会。我也这样认为。我看白玉兰队长就有这样的潜质。子白是，护平同志，你跟他自由相识，如果最后能在一个阵营里战斗，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也这么想。刚刚截获第3舰队的电报，日本海军将炮轰吴淞炮台。不仅如此，日本陆军已经出动了，日军的兵力已经过万。若吴淞要塞失守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将军，我请求率领第6团坚守吴淞要塞。守？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啊。等你到了，吴淞口早就是日本人的了。我已经禀报南京，让他们在海上截击第3舰队。虽然委座积极主张抗日，但是海军能够及时拦截日舰吗？那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舰队载着援兵登陆上海滩吗？第3舰队和第9师团的出动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威胁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！即使南京下达指令，时间上恐怕也是来不及啊。即使是时间上来得及，可我军现在的海上力量，能够和日军的第3舰队抗衡吗？将军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难啊！各位，若日军登陆，我们要做出最坏的打算，就算以死相拼，也要寸土必争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想了解一下何部长对19路军提出拦截出云号舰队的态度。还是不能派海军拦截呀。出云号到港，若打开吴淞口岸，日军将长驱直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是停战时期，日军的军舰这么长时间以来时常的出没，现在出云号还没到港口，我们就贸然派兵拦截，这不是给日本人找到了开战的借口，给国联抓到了把柄。何部长，日军陆续增兵达1万人，如果第3舰队炮轰吴淞，19路军将难以抵挡。上海的安危不能仅靠国联呐。我们没有仅靠国联呐。委员长已经做出了全面的分析。918的问题，为何国联没有给一个正确的处理？那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积极抵抗的态度。目前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，让国联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并不软弱，所以要做出一个积极抵抗的姿态来。那就派出海军，做出一个积极抵抗的态度来嘛。我说的抵抗，是在对方攻击咱们以后，我们要坚决地予以回击，而不是把人家的军舰拦在半路上。何部长，你这是在咬文嚼字啊！文白，我知道你跟蔡廷锴关系私交颇深，我何尝不为19路军的命运着急呀？但是，区区一个舰队就能荡平吴淞口，如果这么说，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啊？再说，现在的守军不是守得好好的吗？换了一个舰队就守不住了。听何部长的意思，是第3舰队不会参战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只要19路军不主动出击，日舰就不敢开炮。那如果开炮呢？你就放任19路军死活不管，到时候你怎么跟19路军交代？我什么时候需要向19路军交代了？我的任务是向党国交代，向党国交代。国将不存，要党何用？张治中，在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，敌方陆军根本没有登陆，到底是坚守还是转移？请将军指示。没有登陆？是。这其中有诈。日军以猛烈炮火袭击吴淞口，陆军却无法登陆，这分明是佯攻，是声东击西之计。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。说不定，他们这是想让我们撤退，然后再行登陆。将军，日军即使不登陆吴淞口，依靠火力压制也能牵制住吴淞口。到时候再从别的地方登陆，恐怕会造成更大危险。有道理。日军真正的目的是温枣帮。谭军禄，立刻率部支援。是。日方出动出云号，向我方炮台发起了猛攻。汪旅长来电报告，敌人以海陆空3军向我吴淞、狮子林、宝山等处猛烈攻击，陆天炮台均被炸毁，但敌陆军向我各据点登陆，均被我守军击退。出云号参战了吗？出云号和第3舰队配合几十门野炮和24架舰载轰炸机，对我军进行猛烈轰击。吴淞司令邓振全未战潜逃，副长官坎立斌阵亡，但好在要塞还是守住了。谭军禄回来了吗？一早就向温枣帮发了消息，估计快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不乐观，出云号还是动手了。我正在请求海军和空军的支援。先说，咱们能撑多久就撑多久。我们挡住了日本陆军的登陆，
可是日本海军的舰炮一直在压制我们，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耗死。一向素有矛盾的日本海军和陆军联手作战，这个问题真有点棘手了。命令谭居路的第6团立刻增援乌松口。是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出云号。